今天来分享一些我坚持多年的抗衰习惯。那我今年呢是37岁了，我几乎不做医美，就是大概3到4年做一次光电这么个频率吧，而且真的啥用没有，针呢我也没有打过。那我分享一些我每天都保持的抗衰习惯，也会结合科学原理给大家做一个分析，相信我，你一定会很有收获。首先第一个呢是我每天都会洗冷水澡，也没有说冰凉的那种程度啊，就是一般的水管子里面的冷水。那我每次洗完了都会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啊，皮肤也会变得特别的紧致。冷水浴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血液循环，减少炎症和抗氧化应激，从而帮助皮肤看起来更健康。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，能够提高我们免疫系统功能的生活习惯。我建议大家都去尝试一下，慢慢来啊。一开始呢可能会有些不适，但是你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不适感。第二个呢是我每天都会照光，每天都会用 LED 光照脸，这个我之前也做过很多视频了，我就不赘述了。我基本上呢是每天都会做，就肯定会有忘的时候，但是呢保证个1周6天肯定是有的了。真的，我有的时候我都很佩服我自己的毅力啊。但其实呢你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，这就是你上床做的第一件事儿了。那每天几分钟呢，就像刷牙一样，习惯了就好了。我用的最多的是红光，那其他的光呢，我也会结合当天的皮肤状态来调整。OK， 第三个呢，是我几乎每天都会补充胶原蛋白肽，主要吃的呢是1型胶原蛋白肽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鱼皮和鱼鳞的，它是能在皮肤中形成这个网状结构的，它的作用就是去支撑皮肤的结构和弹性，所以这种胶原蛋白呢，对于改善皮肤的光泽啊，这个皮肤的紧致度啊，还有皮肤这个柔软度，它会有很好的效果。尤其是如果我在当天用了 RF 射频仪这类的美容仪的时候呢，我可能就会多吃一点，20到25克的。那我平时呢，就是我不做美容仪的话，可能就是10克左右。此外呢，1型胶原蛋白呢，还有助于增强这个头发呀，我们的指甲健康啊，我觉得就是它的抗老效果是最好的。其他胶原蛋白肽呢，我也会适当的补充，包括为了提高肌肉密度啊，或者是保持这个关节健康的了。但是啊，就是这么多类型的，我自己吃下来这么多年，我的感觉啊，就是吃了就比不吃强。其实它们之间呢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，我尽量会选择那些我能吃得下去的，因为好吃也很重要。我会把我自己吃的这些胶原蛋白肽放在这个下面的链接啊，这绝对不是合作啊，这毕竟我觉得很多人不能坚持住，是因为不喜欢它的口感了啊。我这一期先不细讲它，因为我不知道为啥每次提到胶原蛋白肽的时候，就总有一些特别没有常识的人来喷，就会说什么胶原蛋白肽进入胃里面都一样，都会被分解成氨基酸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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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他们完全不懂什么是特定氨基酸序列，什么是特异性作用和体内利用啊。每次看到这类简单粗暴的无脑黑，我真的想说，那你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都以同样的方式吸收吗？你知道有些蛋白质是可以以完整的小肽形式被吸收，而不是完全分解成氨基酸的吗？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我之后可以展开来细讲啊。Alright， 之后呢就是无氧运动啊，为了保持这个肌肉含量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运动的人，真的。我特别不爱动，就是我也真心羡慕那些热爱跑步打球的这类姑娘们，我是真的无法在有氧运动中找到热爱。虽然啊我从小就被我爸逼着游泳，我爸特别爱游泳，所以我小的时候他逼着我每天跟他一起游泳，但是等我长大了之后他不能逼着我了，我就停了因为我真的不喜欢。所以呢我只做无氧啊，只做力量训练，因为这个理论上来讲啊，让我们保持年轻的主要是我们的肌肉含量，所以我真的有很努力的去增加和维持我的肌肉含量，那也可以帮助我提高新陈代谢，增强骨骼的强度。毕竟随着咱们这个岁数的增加啊，肌肉质量呢也会逐渐的减少，而且研究表明啊，力量训练对心血管健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，所以呢举铁啊，这个是必须的。之后呢就是我每天会吃柠檬和苹果醋，之前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了，也是我养成习惯了，就是我每天晚上干一罐苹果醋啊，这个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减少脂肪堆积。而且呢研究表明苹果醋可以帮助控制餐后的血糖水平，并且减少 AGEs 的形成，那从而呢延缓皮肤衰老的过程。所以啊我非常建议大家餐后来一点啊。柠檬呢也是我每天大概1-2个，就拿那个榨柠檬的柠檬机榨一整个鲜柠檬喝下去，倍儿爽。吃了一大片维 C， 里面不一定真有维 C 啊，但是吃了一个大柠檬，我今天维 C 可能就够了啊。当然维 C 片我也是每天都吃了，就像维 C 啊、维 B 啊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，因为它不会在体内积累，所以呢我每天都会吃。然后呢是我每天都会吃坚果，尤其是澳洲坚果和杏仁儿，因为坚果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，它可以提供优质脂肪啊、蛋白质啊、抗氧化剂啊，尤其是澳洲坚果，真的坚果之王，我每天都吃，因为它很特别，它含有着最高比例的单不饱和
脂肪酸，它每100克的澳洲坚果呢是含有75克的脂肪，那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大概是有59克，非常非常高，对于心血管健康啊、皮肤啊都特别的好，而且它几乎有着最高的抗氧化剂含量，它还有着非常非常低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和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帮助我们改善消化健康啊什么的。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，我每天必须要吃啊，太好吃了。那吃杏仁呢，也是因为它的低碳水含量和它富含大量的镁，就是对我们脑袋瓜子好啊，以及杏仁呢可以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的脂蛋白水平。我就是这个 LDL 比较高，所以呢我真的很需要啊。之后呢是我睡得比较久，真的，我从小到大，我怎么说呢？我就没有睡眠不足过。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啊。我爸爸是那种，就是他如果早上叫我起床的时候，看到我的眼球在快速的移动，他会说：“哎呀，孩子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啊，这个在 REM 睡眠阶段啊。”他就不会叫我起床，他会让我再多睡一会儿。所以呢，我小的时候，我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我经常迟到，也没有说多经常，就是说如果前一天晚上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真的睡得很晚，那我爸爸呢不会逼我早上早起去上学的，他是真心的觉得休息好了比不迟到更重要。因为我呢，我不是那种睡8小时就能睡够的人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睡个5、6个小时啊，甚至3、4个小时他就睡够了。Unfortunately， 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就是按照90分钟的睡眠周期来算的话，我测试过啊，我是非常准的90分钟的一个睡眠周期。那我也建议大家都去测试一下，对你非常重要啊。我是尽量睡到9个小时，也就是6个90分钟的睡眠周期。那如果我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是太忙了哈，我也要睡到7个半小时，就正好睡5个睡眠周期，至少。因为充足的睡眠对身体太重要了啊，尤其如果你是学习的年龄段啊，如果你睡不好觉，你白天看了再多的书，你都是没有办法形成长期记忆的。毕竟我们不能违反自然规则。当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下，大脑接收这些信息，只有在经过睡眠，特别是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，才会被转移到长期记忆中进行加固。这个自然法则是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，是我们不能突破的人体极限。所以任何靠着压榨睡眠时间去学习的方法，它的本质上都是拔苗助长，它都是蔑视自然规则。那对于皮肤也是这样的，一项研究发现的研究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看啊，就是长期睡眠不足的人，皮肤老化迹象更多，包括细纹啊、色斑啊、皮肤松弛啊。睡眠不足呢，也会削弱皮肤的屏障功能，就是让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更容易敏感，里里外外的啊。你想要日子过得好，首先你要睡得好，这个是由我们所在星球的自然法则决定的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。那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早点睡啊，少玩手机啊，可以去看我无痛早起的那一期。那除了以上我提到这些抗衰习惯呢，还有一些我之前在视频里面经常讲到的，比如我每天都是18+6轻断食，每一天啊，然后我是不吃游离糖，我很少吃水果，水果就是当代毒瘤。哎，你们不知道现在的科学技术有多厉害啊，它能让培育出来的水果里面的糖多到什么程度，有很多纪录片去专门讲这个，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。这些经过精心培育和基因改良的水果，含有比天然水果高得多的糖分啊！不信你们去野外摘一个果子尝一尝，绝对不咋甜。而且高糖水果还会影响我们的口味偏好，会让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摄入甜食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觉得是水果就是好东西，那可能是几百年前啊，尽量减少高糖水果的摄入，多吃富含纤维啊、维生素啊、矿物质的蔬菜。然后呢，我每天呢也会喝足够量的水，以及365天的防晒。不管刮风下雨，我都会涂防晒霜。你也可以不这样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样，但是每天涂防晒的人肯定会老得慢，这个也是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但是我身上是不会的，就是晒就晒吧，老就老吧，黑就黑吧啊！我也不会全身穿那种长袖长裤那种防晒衣，除非我要去爬山之外的，我平时不会穿长袖长裤的这种防晒衣，因为生成足够的维生素 D 真的很重要啊。这个我就不再细讲了，毕竟我都说了1万遍了啊。OK 了，那这些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还有什么你想聊的或者是你想听的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